价值400多万的迈凯伦 720F 出了大事故过后，被强子花了不到8万美刀买了下来。此刻他正平静地躺在报废场，等待新主人将他带回家。从视频里的情况来看，这辆车和之前的奥迪 R8 相比，受损相对较为严重一些，右侧的2个轮胎全都凹陷进去了，并且已经无法支撑起这辆车。为了避免地面对底盘造成影响，工作人员只好用轮胎垫在车子下面。另外，在车子的尾部上面还贴满了胶带，防止雨水打湿车子内部。简单的查看了车况之后，接着强子要把它带回自己的工作室。随着起重机慢慢抬升，车身对轮子的压力开始降低，这时我们能看到后轮倾斜得更加严重，几乎就要掉下来了。强子把镜头转移到轮舱内部，发现控制臂等零件已经全部扭曲，看来这次的修复是个大工程。等到这辆迈凯伦被放到拖车上后，他将绑带和轮胎固定到一起，不得不说他的胆子是真大，轮胎松动的几乎就要掉了，还敢采用这种固定方式。如果回去的路况不好的话，很可能对车子造成2次伤害，从而无形中增大工作量。不过好在这一路有惊无险，强子也算是安全到家。而由于这辆车的轮胎已经报废，所以不能像 R8 一样直接开回仓库，他只好开来自己的小叉车，小心翼翼地对迈凯伦进行转移。等一切完成之后，强子终于有机会对车子进行彻底的检查。他先撕掉了车身的塑料膜，发现后面的情况还算不错，只不过缺少了一个发动机盖。接着他又来到了车子的前端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会发现它就是一辆完好无损的超跑。但随着镜头逐渐拉近，我们能看到前保险杠有一些轻微的磨损，但整体结构没有受到影响。另外，根据强子的判断，这辆车的套件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碳纤维，如果需要更换很多部件的话，那么成本将会不可估计。而且损坏的地方不只有车身套件，还有侧面的2个轮胎，眼前的这个轮毂已经凹陷进去，几乎和卡钳融为一体了。另外，内部的刹车盘也有些裂缝，这一套换下来应该要花费不少马内。因为此刻他的心里有点发怵，可别到最后成了有钱买没钱修，那可就太尴尬了。而且另外这一侧的车门也有毛病，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缝隙，这说明车子的结构出了问题，修复起来要耗费巨大的精力。接着我们再来看尾部，这里的情况就更严重了，侧裙几乎和地面接触到了一起，要不是有胶带固定，说不定早就掉了下来。而且这个轮毂更加恐怖，表面的金属条扭曲在一起，里面的碳陶刹车盘也产生了裂缝，很难想象这辆车遭受了多大的冲击。不过虽然它的外部成色很糟糕，但里面还算说得过去，安全气囊并没有全爆，车门也可以正常开合。现在这辆车的基本情况，强子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拆卸工作。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把车子给发动起来，并测试一下动力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要完成这一步，必须先找到这辆车的电池。他决定先从受伤最轻的右侧车轮下手。当强子把里面的挡泥板拆掉之后，发现这里有很多电线，应该是和驾驶座连接在一起的，但电池肯定不在这个地方。要是顺着电线找的话，应该能找到，只不过工作量会变得更大。为了节省一些时间，强子向神通广大的网友求助，问他们如何快速地找到迈凯伦的电池。没想到很快就有人发来了文件，上面说可以拆开迈凯伦的遥控钥匙，里面会有一个机械钥匙，然后将其伸进车头的风洞里，就会有一个惊喜的发现。他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，按照粉丝提供的步骤开始操作，没想到还真把引擎盖打开了。不过让他感到奇怪的是，里面的电池盖竟然是耷拉在上面的，说明电池可能被人动过。不过现在强子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把电源和车上的电池连接，结果线路刚一连接好，就听到了咔嗒一声，这应该是车子通上电了。接着强子进入了车内，尝试将这辆超跑发动，但很显然结果并不如意。虽然按下的按钮都有反应，但就是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。正当强子打算下车排查线路时，没想到车子的显示屏突然翻转了出来，上面展示出了开机动画。原本他还以为这辆车恢复正常了，但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眼前的显示屏就一直在重复开机动画。看来强子不亲自动手修复是不行了。他来到车子前面，很快的将里面的储物盒拆了出来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电池，成色外观非常的新，几乎没有受到车祸的影响。强子简单的调试了一下负极处，然后又回到车内尝试发动。而这次的情况和上次有一些区别，当他按下启动按钮后，仪表盘还是会正常翻转，但在开机动画播放完之后，上面显示了一些其他信息。经过强子的仔细观察，发现这辆车的油箱是满的，不过电池没有电了。最为重要的一点是，它的公里数竟然比上一辆奥迪 R8 还少，只有大概2400英里，大约相当于3800公里的样子。看来强子这次是捡到宝了，要是能让这辆迈凯伦恢复如初，那么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接着他松开了电源按钮，显示屏等也就瞬间熄灭了。这里有些人可能就会比较着急，想知道强子什么时候能把车子发动起来，让大家听一听迈凯伦的声浪。其实如果你们看过之前翻新奥迪的视频的话，应该能明白这辆车为什么发动不了，那是因为电池上的保险丝断了。强子把坏掉的保险丝拆了下来，然后从网上买了一个新的。这个等待过程需要2-3天，可他并没有这个耐心。为了尽快将迈凯伦发动，他竟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操作。为了让价值400万的迈凯伦发动起来，强子竟然用铝片充当保险丝。先不说这个方法是否有用，光是看着就感觉非常危险。接着他来到驾驶座，紧张地按下了启动键，结果和之前的情况一样，仪表盘虽然有反应，但就是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。见此情形，强子也不再折腾，而是转移了目前的重心，来到了车子的尾部。
他要从受损最严重的左后轮下手，看看内部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当轮胎被拆掉后，里面的零件也一览无余。从视频里展示的状况来看，完全就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惨不忍睹。上面的制动盘碎成了几瓣，卡钳也被卡在了上面。尽管强子能很轻松地拧掉表层螺丝，但却很难撼动这些碎片残骸。而且随着镜头的深入，可以发现驱动轴几乎和分动箱分离。我敢说这个驱动轴的情况肯定和之前的奥迪R8一样，顶端的轴承应该也坏掉了。另外还有上下控制臂等零件也已经全部扭曲，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强子打算买点2手零件对付一下。不过现在车子还没有拆完，接着他又来到另外一侧，这里的情况看起来要稍微好一点。外面的轮毂形变不大，但里面的情况可就难说了。我们能看到制动盘上有裂缝，而且控制臂已经完全断掉了，更深处的减震弹簧也报废了，和左侧的轮胎情况基本相似。强子现在是有苦说不出，但为了避免车子砸在自己手里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把右前轮拆掉了。好在这里的情况还算不错，刹车盘上并没有裂缝，还可以正常转动。唯一出了问题的就是底部下的控制臂发生了轻微的扭曲，到时候直接换一个就可以了，价格应该不会太贵。现在车子的具体损伤情况，强子也有了大致的了解。接下来他要开始拆车身套件。从外观上来看，车尾出的事故最为严重，所以拆卸工作也相对轻松一点。强子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就把后保险杠拆了下来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里面的金属底座已经被撞得扭曲，也不知道这里该怎么修。要是换新的话，代价太大，感觉有点没必要。但要是重新钣金的话，操作上会有些困难。现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视频前的你可以提一些建议。不过现在强子也懒得忙活，他直接把这辆迈凯伦装到了板车上，将其拉到了专业的修车厂。这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车子进行大的改动，而是根据强子的描述，取出了车上最麻烦的2颗螺丝。这个过程仅收费70美刀，你们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简单的操作。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的帮助，找出这2颗关键的螺丝，强子就必须更换掉整个后副车架，这个成本最低也得8000美刀起步。看来他得抽空请人家吃个饭。等到这辆车被运回来后，强子将前面的电池拆了出来，用自己刚买的充电器进行充电。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分钟，电池就充得差不多了。而这辆迈凯伦无法启动的原因之一，就是电池的电量不足。现在一切准备就绪，强子把电池重新装到里面，连接好上面的线路，并更换了新的保险丝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迈凯伦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这发动机的声浪听得我心潮澎湃。不过在这些轰鸣声中，还夹杂着一些警报声，主要是因为车子还有很多功能没有修复。为了确定接下来的方向，他又启动了这辆超跑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仪表盘上的故障代码非常多，警报声也此起彼伏。就在这时，强子突然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，他赶紧下车查看，竟然发现地上有一大滩油。要是从发动机里漏出来的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他简单的清理了一下地面后，赶紧钻到车子下面进行检查，结果却发现底部是用铁板封起来的，油就是从缝隙里漏出来的。由于底部的空间非常狭小，他只好拿来电动工具把螺丝拆掉。要我说，强子的胆子是真大，万一里面残留的油非常多，等这块铁板被拿下来之后，那不就一下子全掉他脸上了。好在他还是比较幸运的，刚才发动车子的时候，里面的油差不多就流干了。而且经过一番排查之后，强子发现并不是发动机的问题，而是在于一旁的差速器。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上面少了一个轴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发动机没问题，那怎么都好说。正当他要开始着手修复时，突然收到了3个包裹，大家可以猜一下里面装的是什么。随着强子慢慢的拆掉包装，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巨大的制动盘，而且还是原厂碳陶材质。这一套下来价格肯定非常高。之前有小伙伴在评论区问什么是碳陶刹车盘，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种特殊的材质，由碳化硅和石墨合硅组成。碳纤维在里面提供材料所需的机械强度和断裂韧性，而碳化硅则决定着复合材料的硬度。至于剩下的硅和石墨，则用来改善刹车盘的摩擦系数。用这些材料制作而来的刹车盘具有密度低、耐高温，而且摩擦性能高，并且运行非常稳定。我想这大概就是它的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。如果铁粉们要是还有不懂的知识点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只要你的评论点赞50个以上，我就会在下期视频给你做出解答。现在的强子还用不到刹车盘，所以强子又把它们装了回去。接着他又拆开来第2个包裹，这里面装的是控制臂和拉杆等零件，也都是迈凯伦原厂配件。不得不说，强子可真舍得花钱。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2个汽车转向节，还有一个铝合金控制臂。现在一些基本的零件已经齐全，接下来就可以对迈凯伦进行组装了。上集强子拆完那3个包裹后，刚准备要开始组装车子，这时却突然又来了一个快递，需要他开着叉车才能搬回来。那么这个大家伙里面装了些什么呢？我们跟着强子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。这个包裹的顶部是用胶带盖住的，掀开之后能看到里面非常的乱，各种零件全部塞在一块，底部放着的则是一些车身套件。我觉得这么放有点不合理，应该把又重又硬的金属件放下面。像这种脆弱的车身套件应该放在顶部，这样能避免被压坏或者形变。不过现在强子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取了出来，他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的是几根减震弹簧和一些全新的驱动轴。从视频里展示的状况来看，有些零件像是2手的，不过成色倒也符合要求。接着他又拆开了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的是一根防倾杆，剩余的在地上的零件都是一些全新的车身套件，还有一个巨大的车门等。由于这些目前还用不到，
所以强子确定这些东西没问题后，就来到了车子这里。他要先把右后翼子板拆掉，这部分受损的并不严重。但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会记得右后车轮的惨状。强子把这里的翼子板拆掉，是为了能给自己腾出足够的作业空间。然后他又拆掉了后面的尾灯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个尾灯的磨损比较严重，而且表面还有一些裂缝。强子打算尝试修复一下，能用的话就将就一下，如果不成功的话再买新的。另外，我想问一下广大网友，迈凯伦的车灯和奥迪的车灯哪个更贵一点？另外，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，这次完全把车子翻新好，一共要花费多少马内？经过将近半个小时的忙活，车尾所有的套件都已经被移除，里面的结构此刻也一览无余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上面的排气管基本处于报废状态，修复的话会非常麻烦，而且成本也会增加很多。综合考虑之下，强子直接买了一套新的。这套排气管不仅看起来更加闪亮，而且上面还有阀门开关，可以自由控制声浪大小，能让你随时随地想装就装。接着他来到车子这边，很快的将上面的螺丝拧掉，拆掉了原本老旧发黄的排气管。不过这也只是你能看到的地方，在这些零件的深处，还有几颗角度刁钻的螺栓，它们固定着里面的管道，给拆卸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强子只好拿出祖传的扳手，一点一点的在狭窄的空间努力。由于每次转动的角度非常小，所以这个步骤耗时将近1个小时。另外，他检查了一下刚拆掉的传感器，发现上面沾满了油，而且车子上面的下水管也开始漏油。强子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已经是车子第2次漏油了，万一是发动机的问题就完蛋了。他赶紧联系了专业人士，好一番忙活下来，才弄明白原来是涡轮增压器的密封失效了。如果想解决漏油的问题，要么换一个新的涡轮增压器，要么就拉到 4S 店里进行维修。其实原本强子是偏向于第2种方法的，但一想到之前奥迪2.8的不好的经历，瞬间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决定自己动手解决。首先就是上面的隔热罩，这些数量众多的隔热罩是通往涡轮增压器的主要阻碍。这个过程过于繁琐，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了，我们直接看结果。只见强子轻轻地拉动上面的管道，里面的油瞬间喷涌出来。看来这里的情况不容乐观。他麻利地拆掉涡轮增压器，乍一看它的外观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一切都很正常，但实际上内部早已被损坏。强子打算找人把它修复一下，这样比买一个新的最低便宜5000美刀。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，他要对车子进行简单的组装。首先就是后面的管道，这个管道和之前的相比，重量更轻，而且更有质感，同时还不占用多余的空间，安装起来非常方便。强子将所有管道都装上去后，简单的休息了几天，然后又拿到了一些新的快递，其中就包括之前送去维修的涡轮，而他现在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全新的冷凝器。从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了解到，这辆迈凯伦是侧面受到了撞击，其中一个冷凝器刚好就在侧面，所以就不可避免的扭曲了。他先把坏的地方拆掉，接着是整个后端。之前强子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就是为了现在的这一刻。新的零件全部到货，终于可以开始组装了。他先从受损最严重的右后车轮开始，将控制臂等零件全都安装上去，接着就是那套昂贵的碳陶刹车盘。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忙活，这部分的功能全部恢复正常。接着他又来到另一个车轮处，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部分受损并不严重，只有底部的控制臂扭曲了，工作量相对较低，所以很容易就能修好。至于剩下的2个轮胎，由于操作过程都是一样的，这里我就不过多赘述。接下来强子开始处理车门。从之前的视频里我们能了解到，当右侧车门关上的时候，和车身形成了巨大的空隙，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会有2个原因，一是这辆迈凯伦被撞得太狠，车架直接撞歪了，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；另一种就是只有车门受损，只需要换掉车门就可以了。此刻强子要把原本的车门拆掉，检查一下看究竟是哪种情况。如果是车架受损的话，他就打算直接放弃了。8万美刀买下的超跑迈凯伦，经过强子的翻新之后，最终以16万美刀卖了出去。其实他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。之前强子为了修复车身，他决定先从车门下手。虽然这个车门的外表受到了损伤，但是里面的内饰板却完好无损。他把所有的零件全拆下来，要转移到另一个新门上。从视频上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个2手车门是暗紫色的，虽然成色很好，但还需要重新喷漆。他把这个车门送到了喷漆厂，然后接着开始组装车子后半部分。之前车尾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，基本上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，而且导轨也有些扭曲。当时他还很头疼，不知道该如何修复。后来经过多方打听，联系到了一个专门修复超跑的团队，团队里的焊工用自己高超的技术，将导轨扭曲的地方重新焊接了起来。另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，他们会作为强子的技术顾问，在他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。有了这个后盾之后，强子也就没有了之前的顾虑，他抓紧时间把左后车轮的零件都拆了下来。这部分受损的相对严重，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全新的零件。我原本以为这个过程会很顺利，但结果安装到一半的时候，强子突然发现螺丝竟然不够了，他只好驱车前往五金店，用拉杆和螺母一一比对，确定型号之后就采购了一些回来。这次再进行安装就非常快了。随着刹车系统的就位，这个车轮就算彻底完成了，但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处理。为了保证翻新进度，他和刚才的技术顾问一起上，共同安装后面的排气管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排气管真的很酷，充满了硬核的工业感，再搭配末尾的碳纤维尖端，简直就是艺术品的存在。此刻随着一个个零件被固定，这台超跑的功能也基本完善。现在要想再启动它，应该不会出现漏油的现象了。强子给车子加上了机油，然后满怀激动地将其发动。
这个声浪听着非常诱人，就像是一头野兽正在咆哮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是这辆迈凯伦的声浪好听，还是之前的奥迪 R8 声浪好听呢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。接着我们言归正传，由于这辆车的冷却系统还没有完善，所以强子并没有让发动机运转太久。而接下来的全车重点，那自然就是修复冷却系统了。这算是最后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因为冷却系统几乎遍布全车各处，涉及到的零件非常多，还包括了各种管道。而冷却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将热量散发到空中，防止发动机过热。但这也不是说发动机越冷越好，如果发动机在低温下运转，会加快内部零件的磨损，从而降低输出效率并排放出更多的污染。所以冷却系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，那就是让发动机尽快升温，并保持在恒温状态下运行。这个说法和我们冬天开车差不多，提前热车能降低零件的损耗。经过2个小时的忙活，车子主体已经成型，强子顺手把尾翼也装了上去，接下来终于可以安装轮胎了。眼前这些看似全新的轮毂，其实是他买的别人退货回去的产品，成色和质量都是上乘，但价格却非常低。对于强子这种能省则省的人来说，还是很划算的。等轮胎都装好之后，这辆迈凯伦终于能落地了，功能方面全部恢复正常。接着他把2个后翼子板装了上去，这辆迈凯伦就基本结束了。不过从视频里来看，这个颜色并没有统一，而后续强子也没有再处理这辆车，他联系好了买家，将这辆半成品迈凯伦以16万美刀的价格卖了出去。其实他也是很想把车子彻底翻新完成，然后再卖掉，但由于他的儿子刚刚出生，目前非常需要照顾，而且我们都知道，新生儿一般都比较嗜睡，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。而强子为了把车子翻新好，每天早上不到8点就来到了车库，一待就是一天，直到凌晨才回到家里，几乎和儿子没有任何交流，这让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他感到很自责，而且还不利于家庭和谐。于是他就暂时放弃了修车的工作，接下来要全身心的投入家庭中，陪伴自己儿子的成长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都和强子的处境差不多，为了生活而被迫远离家庭，渐渐的也和一些亲人疏远了。成年人的辛苦，我想大家都能体会。其实狼叔我也是这样子，每天醒来就开始写文案剪辑，一个作品都要6到7个小时，一忙就到了凌晨2、3点钟，还请各位看官多多理解，一键3连给予支持，我们一起期待下一辆车的翻新。